富家千金和穷小子相亲，却问了对方一个奇葩的问题 Do you think you'll be able to love the baby? 原来凯莉未婚先孕，父亲为了家族的声誉不被蒙羞，在乡下给她找了一个老实人。面对眼前漂亮的姑娘，雷有些手足无措，倒水的手也忍不住颤抖起来。因为从介绍人口中了解了彼此的情况，凯莉直截了当的直奔主题。Do you think you'll be able to love the baby? I do. 面对凯莉的顾虑，雷毫不犹豫给出肯定的回答。他们见面不到10分钟，便在教堂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，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，雷甚至都来不及准备结婚的戒指，可凯莉却对此毫不介意。I don't need one. 凯莉对前男友还念念不忘，在她眼里，婚礼不过是为了应对父亲，为了让孩子能够名正言顺的出生。雷的家位于郊外偏僻的一片农场，父母多年前离开人世，只有一个住在8公里外的姐姐。家境优越的凯莉从未见过如此荒凉的地方，眼前的一切都显得与她格格不入。雷绅士地为她开门。 Welcome home. 凯莉没有回应，显然她还没有做好成为雷妻子的准备。担心家里的狗狗吓到凯莉，雷提前把它关了起来。他热情地给凯莉介绍家里的一切，为了让凯莉生活得舒服，雷特意买来冰箱，还在卫生间装了热水器。他把家里最大的房间收拾出来让凯莉居住。吃饭时他们彼此略显尴尬，为了打破僵局，雷主动问起凯莉的个人情况。凯莉说她是一名考古学的研究生，研究的是海因里希·谢里曼的挖掘特洛伊。显然他们的认知不在一个层面，雷根本听不懂凯莉所说的。吃过晚饭，凯莉回到房间，她打开前男友送她的项链，看着心上人的照片，凯莉感到无比思念。她期盼着对方能够早日出现。隔天，凯莉说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雷随即放下手里的工作，开车1个多小时来到镇上。趁凯莉打电话的间隙，雷来到了书店，他买了有关新生儿护理和历史的书籍，那是凯莉告诉他有关特洛伊的故事。雷想要走进凯莉的世界，可楼下的凯莉却向姐姐打听着前男友，她幻想着对方能来这里接她回去。为了让凯莉以后出行方便，回去的路上雷教她开启卡车。聪明的凯莉很快就掌握了驾驶的技巧。雷带凯莉来湖边划船，抚摸着清凉的湖水。凯莉问这里可以游泳吗？雷说这里的水太浅了，而且下面全是淤泥。 You like to swim? I used to. 看似不经意的对话却被雷记在心里。不久，雷便找来挖掘机，他要在农场挖一个游泳池。 Dig you a hole, so summertime you and the children can go swimming. 雷的贴心让凯莉有些感动。这时，雷的姐姐也赶了过来，孩子们对挖泳池都很好奇，这种事可不是每天都能发生的。凯莉向姐姐解释 Ask him to do that. Dig a swimming hole. I don't know why he's going to the trouble. 姐姐听后笑了笑。 He just wants to please you. 凯莉见自己帮不上忙，便跟着菜谱做起饭来。不一会儿，一盘辣椒炒鸡蛋就完成了。雷迫不及待地吃了一口，表情却瞬间凝固起来。 Maybe I put too many jalapeno peppers in it. No, it's real good. Real good cook. 趁凯莉起身去厨房，雷急忙拿起杯子喝下一大口水。晚上，姐夫在饭桌上聊着凯莉不懂的农作物，他提议让雷在北边种上大豆，因为大豆的价格正在不断上涨。雷看了一眼凯莉，然后转移话题。 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Troy. Troy who? City of the lost one. 凯莉听后先是一愣，她明白雷是为了让她融入大家的聊天当中。随后，凯莉向大家介绍起特洛伊这座城市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。雷和凯莉的距离也被慢慢拉近。 So, Ray, are you going to plant some beans this year? You think we ought to? 睡觉前，雷忍不住想要吻向凯莉，但凯莉还是避开了。她的心里仍放不下前男友。这天，雷带着凯莉去医院做孕检，凯莉趁机给前男友寄去信件。 他希望对方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。不久后，凯莉的姐姐来到农场，看到妹妹住在这么荒凉的地方，还有穿着不合身的衣服。姐姐劝凯莉跟她回去，只要对外人说雷是个酗酒家暴的男人，那父亲肯定会来接她回去，她就能回到城里生孩子，继续自己的考古研究。凯莉听了姐姐的话，却果断拒绝了，因为雷是她见过最温柔的男人，她不能为了自己而伤害他。姐姐见劝说无果，便只好失望地离开。这天，雷在家里烧了一些没用的家具，凯莉看到后却大发雷霆。 在他眼里，这些东西很有历史意义。雷见状，急忙灭起火来。他把救下的物品带到凯莉面前。雷解释说自己不是故意的。Do anything to make you happy. 凯莉见他一脸真诚，也就不再生气。第二天，雷留给凯莉一张纸条，他说地窖里有一堆老物件，凯莉见了一定会很开心。看完留言，凯莉脸上露出微笑。她知道雷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她开心。随后，凯莉拿着手电筒来到地窖，里面全是雷家祖传的老物件。她把一件件物品取出地窖，然后挨个擦拭干净。凯莉枯燥的生活也有了色彩。为了让凯莉方便给家人打电话，雷特意在家里装了电话。随着对彼此更深入的了解，他们的感情也开始慢慢升温。这天，凯莉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准备晚餐，可回到家的雷却异常暴躁起来。他愤怒地把狗狗赶出屋外，然后拿出一封信交给凯莉。原来是凯莉的前男友回信了。雷不明白凯莉为何还忘不了伤害他的男人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雷刻意躲着凯莉。凯莉明白是自己伤害了雷，她找到雷的姐姐，
向她诉说了自己的遭遇。本来她对前男友还抱有希望，可前男友的回信却再次伤害了她。对方在信中不承认这是她的孩子。凯莉知道只有自己离开才能减少对雷的伤害。姐姐听了她的遭遇十分同情。晚上，凯莉从噩梦中惊醒，梦里的她被所有人抛弃。雷文生赶了过来，凯莉向他诉说了自己的心声。她悔恨年少无知的过去，也后悔伤害了雷这样一个好男人。这一晚，他们敞开心扉。转眼到了凯莉决定离开的日子，雷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表白。 I've fallen in love with you, and I love that baby. For me, you're the best thing that's ever happened. Livy, you're a fine and talented woman. You're a pitiful cook, but it doesn't matter. I can do the cooking. I know you had your heart set. 说着，雷从口袋掏出一枚戒指。 When the preacher married us, I forgot the ring. I have one now. Ray, the truth is, I don't know if I deserve you. Someday you're gonna forgive yourself. 雷的真诚打动了凯莉，她戴上了那枚满是爱意的戒指，烧掉了前男友的所有东西，彻底和迷茫无知的过去告别。不久后，他们的孩子顺利出生。雷对这个孩子视如己出，他轻声哼唱着小时候父亲唱给他的歌谣。凯莉满眼深情地望着这个百般呵护自己的男人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在遥不可及的向往里，而在你我相伴的平凡岁月中。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，陪伴也是平凡岁月里最大的魅力。